直到得知他去世的消息，我才明白，属于我们一代人的荧幕经典已经消失殆尽。要以和为贵，我是站当中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墙头草两边倒啊！好说好说，安全第一。他是香港著名导演，不仅捧红了杨紫琼和周星驰，还将李连杰送上了功夫皇帝的宝座。身为洪金宝、成龙的同门师兄弟，不仅有深厚的武术功底，还是香港出色的武术指导。他就是七小福的成员之一袁奎。我祸还铁布衫，纵横江湖几十年，只有我伤人，没有人伤我的。来，哦，你。1951年，袁奎出生于中国香港，因为家境贫寒，父母早早将他送进了戏剧学院学功夫。结果因为腿型原因，导致袁奎很难完成高难度动作，武术功底更是比师兄弟们逊色很多。于是师傅于占元索性直接让袁奎在台下管理戏服，当别的师兄弟表演完成后可以玩耍休息时，袁奎只能落寞地收拾戏服和道具，甚至到了晚上也要独自一人睡在道具屋里看守物资，这让小小年纪的袁奎頓時心生委屈。點解留翻我一個看後台呢？點唔揾第二個？因為你中國僆仔希望一班人都玩㗎嘛，咁我自己人覺得好慘。然而不久後，京劇沒落，為了生存，袁奎帶領兄弟們投奔大師兄洪金寶，自此開啟了跑龍套、做龍虎武師的職業生涯。可袁奎深知自身本領不如其他師兄弟們，於是開始琢磨新出路。就在這時，片場裡的導演和武術指導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我知道自己翻得不好，這你自己想辦法了。誒，不如我在指導上面發展，就開始注意人家怎麼去套招。所以當別人拍完戲打牌睡覺時，袁奎開始觀察攝影師的鏡頭拍攝和演員的武打動作。正是他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大導演吳思遠的關注。最終在袁和平導演的《死亡塔》拍攝現場，袁奎坐上了執行導演的位置。由於該片是將李小龍生前鏡頭和替身武打動作進行混剪，因為劇情不連貫，並未掀起太大水花，但卻給了袁奎發揮才能的機會。因為在拍攝過程中，袁奎不僅將現場管理得井井有條，還展現出不俗的武術指導天賦。彼時他才明白當初師傅的良苦用心。最終袁奎決定退居幕後，精心打磨作品。直到1982年，袁奎執導了自己的處女作電影《龍之忍者》，結果電影一經上映就拿下750萬港元票房，不僅讓思源影業賺得盆滿缽滿，袁奎本人更是斬獲金像獎最佳動作指導提名，真正打響了自己導演生涯的第一槍。點知拍出嚟係出奇嘅好啊，文戲都好好啊，即係除咗動作之外呢，文戲拍得都有文有路，同埋好有氣勢。然而真正讓袁奎更上一層樓的，還得是大師兄洪金寶。彼時剛剛簽進洪金寶公司的楊紫瓊決定轉型做武打演員，於是洪金寶為其量身打造了電影《皇家師姐》，而袁奎巧用現場道具和鏡頭拍攝技巧，再搭配楊紫瓊乾脆利落的打戲動作，將女性的柔美和剛毅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你没事吧？哼，对付这种炮灰当然没事。此片不仅捧红了新人杨紫瓊，更是穩固了袁奎本人的江湖地位。與此同時，另一位新人演員的出現再次吸引了袁奎的目光。